el último antes de que te vayas. Ven, ven, ya el último. Ven nomás. Monterrey.小女孩。下一段视频是由 Tim 分享的。据说这家人所住的地方以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甚至是鬼魂现身而闻名。这天晚上，这名男子正在房间里为 TikTok 拍摄舞蹈视频。他一开始跳，就听到床底下传来奇怪的噼啪声，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决定走近看看。我们再看一遍。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女孩的身影，随后就消失在了床架里。真奇怪，如果这真的是个人，那她能藏在哪里呢？我还注意到，它出现的时候，摄像头在摇晃。我不确定这是否有关联。我们很难判断这是否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还是只是家里的另一个成员。鬼魂。以下视频是有一个家庭分享的，他们当时正在旅行，住在酒店房间里，他们的儿子正在录制一段视频日记，可能还捕捉到了其他的东西。Venlo, te voy a poner otro. Ya el último antes de que te vayas. Ven, ven, ya el último. Ven nomás. Monterrey empieza con M y termina con C. Monterrey empieza con M y termina con C. 他们非常确信，站在他们母亲身后仅仅几毫米处的就是一个鬼魂。更奇怪的是，这个鬼魂看起来就像他们不久前失去的一个亲密家庭成员，这可能意味着那天他们的亲人正在看望他们，并参与了这段视频日记的录制。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这只是视频剪辑的效果，还是真的有其他情况发生？你来判断吧。幽灵乘客。亚洲的一个家庭在拜访完朋友后，正驱车返回家中，途中他们中的一人随意地用视频记录下了这段归家的旅程。然而，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然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生物。那会是一个如同幽灵般的不速之客吗？ไม่เห็นวะแล้วพี่งงว่าอะไรวะ
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什么呢？真的有一个幽灵坐在那辆车上吗？女鬼 Frank 上传了以下视频片段，并表示这是由一位亚洲的城市探险者录制的。这位探险者追踪着当地的一个都市传说，在他附近的一所房子周围有人见过鬼魂。视频中，这个人似乎正循着一些奇怪的声音走向一栋房子的上层进行探索。最终他成功上了楼，并继续记录下他对未知事物的探索。这一层有一扇门引起了调查者的注意，于是他打开了门。当然，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但不久后，他记录了以下内容。是有名女子在走上楼梯吗？他看起来像个疯子。这是视频的结尾，最后相机好像掉到了地上。奇怪的身影。一起来看看 Reddit 上这段奇怪视频，这是一名年轻男子录制的。他注意到今年夏天，一些攻击性很强的黄蜂在邻居家的房子里筑了一个巢，而这家邻居在房主去世后已经空置了1年。然而，录像显示有一个诡异的身影正趴在泥巴上窥视。录像的人是不是有可能捕捉到已故邻居的亡灵呢？如果不是，那又会是谁呢？你认为这里发生了什么？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小女孩
一名男子在他的新房里拍到了一个小女孩的鬼魂，这可能是真的吗？她看起来像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小女孩，真奇怪，不是吗？然后她就消失了。漂浮的鬼魂，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视频。它是由一名男子在夜间骑行摩托车至城郊时拍摄的。在这个地区，村民们时常分享各种各样的鬼故事和传闻，所以听到这些并不奇怪。根据这位拍摄者的描述，他当时只是随便开车转转，却看到路边有一个奇怪的人，穿着看似某种白色衣物，然后他亲眼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看到这个人升空并悬浮在那里后，这名男子吓得转身逃跑了。显然，普通的人类无法做到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在这里真的面对面遇到了鬼魂吗？这名男子吓得够呛，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晚上都不敢走这条路了。死神。下一段视频是由安妮特上传的。他告诉我们，视频中的女子那天晚上只是在屋顶上闹着玩，她的邻居拍下了这个奇怪的事件。视频中的女子叫玛丽·凯勒曼，她那天晚上其实没有注意到任何奇怪的事情，毕竟那只是一个日常的视频片段。但是当她的邻居把录像发给她时，她注意到在她旁边似乎有一个诡异的黑色物体，这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于是他们查看了视频，一起来看看。 No, manches, ¿estás loca? ¿Estás loca, verdad? No. 如果你看向右边，在玛丽旁边似乎站着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身影，当然当时没有其他人和他们在一起，因此当他们看到那个诡异的幽灵时，感到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不是很清楚。有人说他看起来像死神，你同意吗？保安的不安。这是 Reddit 上的一段可怕的片段。在视频中，一辆没有人驾驶的车从出口经过，保安被吓得魂飞魄散。他起初认为这是个恶作剧，于是绕着车走了一圈。接着他遇到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事情。视频里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似乎有某种异常的东西从车后浮现，就悬浮在车上方，把保安吓坏了，吓得他立刻逃离了现场。
如果那晚发生的事情不是恶作剧的话，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从未得到过解释。而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恶作剧，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事情。家庭聚会。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阿里亚·扎尼尔在马来西亚拍摄的一段视频。初看之下，这段视频似乎平淡无奇，仅仅是一群人在拍照，享受美食的场景。他们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家人，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丝毫未察觉到任何异样。然而，在后来的录像检查中，摄影师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东西。看看那名男子上方的窗户，可以看到有一个身影从窗户那里朝这群人张望，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年男子。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幽灵没有任何可辨识的面部特征。无脸鬼的概念在日本其实是广为人知的，他们被称为无颜怪，而且据说常常会幻化成被他们纠缠的人所熟悉的人的模样。不过，这些幽灵大多也被认为是无害的，只是偶尔会吓到人而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群人没有注意到窗户边这位不速之客的原因。不过，这群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大家可以告诉我，你们对这段视频内容有什么看法？教堂。在墨西哥一座教堂的礼拜仪式期间，一位逝者的灵魂似乎被捕捉到了，至少这是有些人看完这段视频后所相信的。那真的是一个幽灵吗？我还不太确定。那也有可能只是一个老太太吧。洞穴身影。这是一段洞穴里的录像，记录于多年前一群朋友的一次探险之旅。当地传说中提到，在洞穴里能看到奇怪的身影，但不幸的是，这群朋友运气不佳，至少他们最初是这样认为的。在分析了录像之后，他们注意到里面有一个诡异的身影。有些人声称看到了一位穿着裙子的女性，可能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灵魂。这听起来可信吗？当然，由于录像年代久远导致的画质不佳，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确实让人好奇，当时真的没有人注意到那个东西吗？这真的很诡异。身后眼睛。一起来看看这段画面背后的故事，至少可以说是相当令人不安。他首先录制了一张2010年圣诞音乐会期间拍摄的老照片，他当时在给儿子拍照，全家人都在查看照片。那天晚上在家里，他们注意到照片背景中的窗帘后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偷看，这让他们吓了一跳。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幽灵正盯着孩子们，他戴着睡帽，可能还穿着某种睡衣。这是一位老太太的灵魂。他们的儿子说，后台没有人穿成这样，那天晚上也没有安排这样的环节。还有，注意到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了吗？真吓人。他们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或许不知道更好吧。健身房，一起来看看这段诡异的视频。它显示了一名年轻男子在健身房里。视频的上传者表示，他在一家健身房里负责监控安保工作。这是一次相当不寻常的遭遇，因为视频中的年轻男子似乎在与某个看不见的东西赛跑。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邪恶的恶魔抓住了这名男子，把他拖在地上。这可能是真的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肯定会给自己另寻一家健身房。你认为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小男孩。接下来这段短视频由索尔上传，十分神秘。视频中没有给出太多背景信息，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可能拍到了什么。但索尔认为他拍到了一个小孩子的灵魂。视频一开始很正常，一对夫妇坐在餐桌旁，男子给女子一个拥抱。然而，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女子回头时，似乎有什么东西扯了她的头发。然而，看起来她和男子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身后有一个奇怪的影子。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但当女子回头时，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形似孩子的黑影在奔跑，随后消失在男子身后。这就是他们声称在镜头中捕捉到的小孩的灵魂。这是一段真实的灵异视频，还是一个恶作剧呢？女子说她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周围也根本没有孩子。这确实非常神秘，请告诉我你的看法。奇怪的生物。这是一段由2名俄罗斯城市探险者上传的视频，他们声称在那个晚上遇到了一种神秘生物，他们正在探索一个旧隧道系统。他们对这个地方了解不多，完全是出于偶然才进行了调查。然而，他们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这可能会让他们永远都不再踏入这个地方。Ты видел, что там, блядь, было-то? И что? А ты сзади видел, что? Что это было? Ты видел провода? Охереть. Это что было? Зачем мы сюда пошли, скажи мне? Просто зачем мы сюда пошли? Да. Идем. Я же говорю, сразу туда идти надо. Это что? Охуеть!这个奇怪的生物是什么呢？有的评论者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流浪汉，有的则说这是皮行者。你的观点呢？天空异象。以下是一段由迪弗西费尔先生分享的极为有趣的视频。在视频中，他显然注意到了天空中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起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份惊奇足以驱使他迅速拿出手机，录制下来这一幕。
他在这里真的拍到了一个神秘生物吗？那些对此赞叹不已的人坚信，这是一种古老的龙形生物，或许是从另一个神秘世界被意外捕捉到的景象。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切可能只是某种特效或投影技术的产物。那么，你对此有何看法呢？诡异的身影。这段视频来自帕特里克，是夜间时在一个公寓楼里拍摄到的。他刚开始调查时，似乎就捕捉到了一个身影正从拐角处探头张望。注意看那双发光的眼睛，不管这是什么，都相当诡异。电梯惊魂。以下事件发生在一座较老的办公大楼里，许多人都报告说，在傍晚的后半段时间里，他们在这里看到了诡异的事件，甚至有难以解释的鬼魂出没。当一位女士走进这部狭窄的电梯时，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电梯似乎出现了机械故障。电梯似乎在下坠。电梯好像出现了机械故障，无视了多个楼层，甚至错过了她要下的楼层。女士开始惊慌失措，因为她手机没有信号，而且按下紧急按钮也没有任何人回应。她走出电梯时，完全处于一片漆黑的楼层。之后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但许多人可能忽略了在视频中只出现几秒钟的一个邪恶面孔。视频通话。这段视频向我们展示了一对西班牙情侣之间的一次视频通话。男方告诉女方，有个奇怪的身影似乎就站在他的身后。Oye, Romina, qué feo que se haya ido la luz, ¿no? Sí, oye, maldad. Oh, Romina, ¿y qué tal te va con Sebastián? Bien, feliz. Oh, Romina, una sombra. No hay nada, oye. He visto una sombra, lo he grabado. A ver, mentiroso. Mira, mira. A ver. Oh, Romina, ¿y qué tal te va con Sebastián? Bien, feliz. Oh, Romina, una sombra. No hay nada, oye. He visto una sombra, lo he grabado.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那个影子的出现，这和超自然现象有关吗？也许是吧。奇怪的生物。两兄弟在后院踢球时，哥哥用他的相机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一起来看看。¿Cuál, güey? ¿Eso no sabes lo que pasó? No mames, no sé, güey, a ver, vamos a ver. Pues sí. De allá nos cayó el duende. Ah, ¿cuál duende? No mames, aquí has de estar escondido, a ver. No me agarres de la playera, güey, no te asustes. No mames, güey, ¿qué era esa madre? 它是一个不明生物，还是只是裹着毯子的人呢？完办。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可怕的画面。这个视频是由家庭监控摄像头拍摄的。一位祖母在晚上照顾她的孙子，她把孙子哄睡后，自己也准备休息。这时她听到客厅传来了一些声音，意识到孙子已经起床，正在玩耍。但奇怪的是，听起来孩子像是在和另一个人一起玩耍和说话。当他起床后，问孙子在和谁说话，孙子回答说：“我的朋友。”尽管房子里没有其他人，但祖母只是以为孩子在谈论一个想象中的朋友，并没有多想。然而，第二天父母查看了监控录像，被看到的内容震惊了。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2次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和小男孩差不多大的小影子。当孩子离开卧室时，我们看到他回头看向影子，影子正跟着他。显然，男孩也能看到这个生物。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影子回到卧室，男孩紧跟其后。有趣的是，这个灵魂似乎无害，
大小和孩子差不多，而且对小男孩很友好。他有可能是已经去世孩子的灵魂吗？说说你的看法吧。皮行者，一名男子通过他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夜间一些异常动静。这段录像拍摄于菲律宾，录像中出现了他认为是皮行者的身影，一个类人形态的变换者。男子真的能在他的相机上捕捉到这样的生物吗？他永远也无法证明这个生物的存在。同时，也请注意他卧室里存在许多大小不一的球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请说说你的看法。手，在波多黎各，警方记录到水中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手的怪异物体。Debajo del barco pasó. 你觉得那只手是谁的呢？说说你的看法吧。小男孩。这段视频是一位游戏主播在玩角色扮演游戏时捕捉到的精彩瞬间。当时他正在游戏中寻找宝藏，他本以为一切正常，但突然之间，他房间的门毫无征兆地关上了。这确实把他吓得不轻，而且原因很充分。但即使对整个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他也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查看一下网络摄像头的录像。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地方？是不是一个小男孩的形状？这看起来像个孩子的头。手。下一段视频来自日本，由用户卡雷罗上传。卡雷罗的频道通常发布一些关于他骑摩托车的短视频或者其他常规视频。然而，我们今天要展示的视频与他平常的视频完全不同。卡雷罗表示，他是在为某个视频回家之后立刻拍摄了这段录像。他打开了家门入口的灯，并立刻意识到自己刚刚拍到了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
卡雷罗回到家时，正在拍摄他的入口。这时他注意到客厅里有些不对劲，他放大画面，看到一只可怕的手正抓着他的沙发，那只手只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就凭空消失了。卡雷罗确认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不管怎样，因为一切都锁着，所以没有人能进屋。这显然是他在这个家里注意到的第一个超自然现象。他想知道这是否与他最近带回家的一件新物品有关。你觉得这个视频怎么样？这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还是只是个骗局呢？更衣室，这是由一名安保人员拍摄的。有名员工告诉他，他们听到这个老旧且当时已经废弃的足球场更衣室内传来非常响亮且奇怪的声音。于是这名安保人员前去查看，并看到了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现象。Me crea la gente porque esto nunca me pasó y nada, lo quería grabar, qué sé yo, y podrido, la concha de la lora. Digo, en linterna, no sé para qué enviar la clase. Dios. Puta que te parió. La puta que te parió. Concha de la lora. La concha de la lora. Pero como mierda puede ser que no haya nada hoy. Ya es la tercera vez. Tercera vez que entro y no hay nada. Dios, me quiero ir. Quiero ir. 安保人员甚至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个影子般的生物似乎就在他旁边，这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诡异。许多人说，这个影子般的生物可能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可信吗？井中生物，这是一段非常离奇的视频。上传者写道，这是一个他们用手机摄像头成功捕捉到的未知生物。这段视频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点是，上传者通常不会发布多段式的短视频剪辑，他们的内容实际上通常聚焦于黑暗中的敏捷生物。视频中展示了一些茂密的森林，看起来上传者正在外出探索。当他俯身拍摄水景时，背景看起来像是一座老旧废弃的房屋，而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捕捉到这样的画面。Солнце не зашло, а как-то мрачно, очень мрачно. Еще и в колодце что-то шипит. Боже, тужик. 视频中，一张骇人的白色面孔从井底深处探出，他抬头望向拍摄者，双眼闪烁着明亮的蓝光。有人说看起来甚至有火焰从中冒出。这只生物的嘴巴似乎张开着，让整个画面更加恐怖。在拍摄到这些之后，上传者明显受到了惊吓，视频在他突然跑开时戛然而止。你们觉得这个井里的东西是什么呢？说说你的看法吧。恶魔之手。以下是斯皮克尔斯的最新消息，他过去曾分享过一些在自己公寓里发生的真正可怕的遭遇。显然，有一个鬼魂在纠缠他的全家。最近一次可怕的捕捉是一个奇怪的手，那似乎不属于任何人。
那是什么东西的手？一些评论者猜测这可能是恶魔的手，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人类的手。但谁能确定呢？这无疑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奇怪的身影。这是一个家庭分享的经历，他们声称看到一个可怕的身影在车道上踉跄前行，但经过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人。You see his face clearly. Right there. 那么你觉得这只是个迷路的人，无家可归，还是有什么更难以解释的事情呢？恶魔缠身。以下片段由未解宇宙账号分享，描述中写道：以下事件是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日记中的一部分。这名男子刚搬进去不久，就拍摄到了一个恐怖的东西在他面前显现。之后，这名男子开始频繁做噩梦，身体状况变得很差。他的伴侣告诉他，他甚至开始梦游，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不久之后，这些怪异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诡异，幽灵频繁地在男子家中出现，甚至每隔一个晚上就能观察到这些现象。上传者还声称，拍摄者开始在没有其他人在家时听到奇怪的声音。一天晚上，他就在自家门前拍摄到了以下惊悚的画面。看起来这个影子生物是从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然后它以非常别扭的方式扭曲并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不是人类，甚至可能不是鬼魂。这个人是否可能被恶魔缠身呢？地下墓穴。在巴黎的地底下隐藏着一个古老隧道和许多坑构成的迷宫，被称为地下墓穴。他们多年来一直无法进入，而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大多没有地图，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布局。有一天，人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据说是下面失踪的一位探险家的最后录像，它是被另一名探险家发现的。他们在录像中看到的内容让他们感到极度恐惧。我尽力对录像进行了修复，一起来看看。 It's very bizarre. So basically he's filming what he's seeing very deep inside the catacombs, other than the point of view shots or pictures of bones, human bones. This person occasionally stops and he photographs bones, often in the shape of an arrow. These arrows point in a direction. Occasionally also he stops to photograph roomfuls of bones, which means that he's very, very deep inside the catacombs. What happened to him? Nobody knows. I mean, there are 400 miles of tunnels like this. People have been painting in the catacombs for centuries. So it is possible with these paintings that we may be able to retrace an itinerary to some extent. After
After about 40 minutes of these point of view shots, the person begins to walk faster and faster. Then he begins to run. We hear his breathing get louder and louder, as though something was scaring him. He's frightened. Occasionally he stops, perhaps to try to decide which way to run among all the many different corridors. He's runn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faster,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catacombs. And all of a sudden, and it keeps rolling until it runs out. 这个录像被公布后，让许多专家感到困惑。这位探险家是迷路了吗？还是说他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有的人认为他当时可能精神失常了，也许有什么东西让他发疯，然后他就消失在了黑暗的隧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非常恐怖，也是我看到的最神秘的录像带之一。陪伴者，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是由莉亚在她的个人主页上分享的。那天对她来说只是个普通的日子，她带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出门享受洗车的乐趣。这个小家伙显然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场景。莉亚想要在今天的手机上记录下这一幕，将其存入家庭视频日记中。然而当他们回到家并观看这段视频时，却发现车后座上似乎有个本不该出现的东西陪着他的宝宝。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家人和朋友注意到，这个诡异的面孔似乎正出现在他睡着的幼儿汽车座椅旁。这会不会是一个来自阴间孩子的面孔呢？他主页上的一些评论者坚信，他们看到的就是如此。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真是太可怕了。偷窥者。接下来我们将观看由卡米阿达·奥兰治录制的视频。他坦言，在意识到自己某天晚上在房间里可能捕捉到了某些不寻常的东西后，他感到异常害怕。那天晚上，他正站在自己家的老式壁橱前，兴致勃勃地录制自己跳舞的视频。虽然这所房子有些年头，但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这里拍到过任何奇怪的事物，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那天晚上到底拍到了什么。橱壁里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女性身影，她站在衣物前盯着摄像头，还上下移动，不清楚是人还是幽灵，我们也不知道她为何在那儿。如果这不是一场恶作剧的话，那她会是一位已故家庭的成员吗？或许是房子的前主人，又或者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呢？实在是太神秘了。切尔诺贝利之旅。这段视频拍摄于之前的一次切尔诺贝利之旅，这是由2名伞兵在现场降落后排查一些废弃房屋和区域时录制的。他们当时没有遇到任何活着的人，但官员们后来在检查录像时，在视频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描述中写道：那是什么？屏幕右侧的是什么？标签是切尔诺贝利之旅。我们来看看。
你注意到了吗？放慢镜头再看一遍。视频中的那个身影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他看起来像一个正从走廊里走出来的幽灵，也有人声称他只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两者都有可能。不过，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想这将永远是一个谜。监控画面。接下来的这段视频十分特别，看起来非常奇怪，似乎是由某个碎石场或建筑工地类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它似乎在院子里漂浮。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影子前方似乎有头部，甚至还有2只胳膊。好像这个地区的狗也注意到了这个影子，它们看起来正在朝着那个漂浮的东西跑去，并吠叫。不过，当影子移向道路时，事情变得更加奇怪了，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像人类。这绝对是一段非常神秘的视频。这段捕捉到的画面该如何解释呢？你认为这真的是监控设备捕捉到的鬼魂吗？公共厕所。一位名叫阿克塞尔·洛萨的男子分享了以下令人不安的经历。他表示，当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厕所里，突然听到其中一个隔间传来奇怪的敲击声，这声音非常诡异。于是他决定掏出手机开始录制。Acabo de terminar de hacer el baño y pues estaba todo normal, pero ahorita están ruidos raros y se está tocando la puerta, pero quiero que vean que pues no hay nada. Vean, ahí está mi reflejo, pero vean de este lado, pues aquí no hay nada, vean, acá tampoco, vean, aquí tampoco hay nada. Pues tampoco. Y acá el lugar es bastante pequeño y está mi reflejo. Pero a ver, hoy. ¿Escucharon? ¿Escucharon? Nada. 首先，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好像有人在敲击什么东西。这时，阿克塞尔开始了他的视频拍摄，并开始查看所有的隔间。然后在其中一个隔间里，你可以看到一张苍白而诡异的脸。那张脸只能通过门上的一小块缝隙看到，但当他往里看时，里面却空无一人，这让阿克塞尔相信这可能是一个鬼魂。不知道这到底是单纯的视频剪辑效果，还是有人在跟他恶作剧，但经历了这件事后，他确实被吓了一跳。你觉得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教堂身影。这段视频是一位年轻人拍摄的，他正在记录波兰一间教堂建筑和布局。视频中捕捉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画面，这让人不禁怀疑这些画面是否真实。
这位年轻人似乎特别热衷于拍摄教堂周围的忏悔室，除了外面的椅子外，画面中并无其他异常之处。然而，当他拍摄到玻璃反射中的第一个幽灵影像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像时，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呢？但这位男士继续拍摄，并在另一个忏悔室里捕捉到了以下画面。这会不会是他第一次捕捉到同一个幽灵影像呢？下班路上，这段视频显示的是一名年轻男子，晚上他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他的家里总是开着摄像头进行录像。而且他总是觉得这条路特别诡异，尤其是晚上。显然，当地有很多关于这些极其古老的道路，某些路段上能看到幽灵搭车的传说。而正如命运所安排的那样，他可能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很奇怪的是，就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它都在路上出现了2次。它可能只是在路上行走的某个人，但不清楚为什么有人会在漆黑的夜里这么做。不过人们的行为有时候确实很古怪。然而，我们的司机为什么会2次遇到这个东西，似乎仍然是个谜。你怎么解释呢？曼德拉效应。一起来看看这段非常奇怪的画面。上传者艾斯梅拉达注意到他家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于是决定拿出手机记录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Okay, so am I tripping? Or okay, so the noise is my turtle. And I'm home alone, right? But the reflection shows like that's me. 艾斯梅拉达坐在沙发上时，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但电视屏幕上却出现了2个身影。有人猜测这可能是鬼魂显现，也有人想知道这是否是多维空间交汇的情况。如果你了解曼德拉效应，就会知道有些人相信存在多个维度，并且他们有时会互相交织。有没有可能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另一个维度中有另一个人坐在他的沙发上？或者这是否是一次超自然现象？他可能被鬼魂甚至已故亲人造访了。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监控警报。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由 How the Raw 在自己的频道上分享的监控录像。
这段视频是由安装在厨房里的监控设备拍摄到的。安装监控是为了保护家里的安全，因为最近他们所在的小区发生了很多入室盗窃事件。但他也表示，有时夜晚能听到奇怪的脚步声，甚至还有呻吟声，但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东西。这天晚上，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当他们的监控设备向手机发送了警报后，他意识到一定有东西趁他们不注意时进入了家中，这让他非常震惊。一起来看看。当摄像头切换到自然光模式时，一个奇怪的影子正向左后方移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和家人都在外地度假，在他们看来，这一定是某种超自然现象。很多人认为这段视频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他们的房子里住着某种非人的生物，但谁又能确定那到底是什么呢？这确实让人不安。恶灵。第一段视频由迈克尔提供，他说，下面这名男子和他的家人因为养在门外的狗表现出一些异常行为而警觉起来。当他走到外面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还有一名女性的声音。在追寻这些声音的来源后，他录制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这就是一直在纠缠这个家庭的恶灵。探险。当你在外面碰到奇怪且无法解释的事情时，真的会让你感到震惊。就像这个例子，当你在视频中捕捉到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时，它会一直萦绕在你的脑海中。而让这个故事更加离奇的是，这些朋友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那个身影，他们是在几天后观看视频时才意识到它存在的。他们决定分享自己的经历，以提醒可能会前往同一地区的其他人。这只是作为一个友好的提醒，让大家保持警惕。保持警觉很重要，尤其是在偏远的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物。关于他们看到的东西有很多猜测，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Clean。德鲁分享了以下片段。视频中提到，他听到地下室传来一些非常奇怪的声音，虽然害怕，但他还是决定去调查一下。
这名男子刚一转身，这个奇怪的影子就被捕捉到了，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于是继续走回了楼上。难道地上散落的这些玩具是这个黑影的所作所为吗？奇怪的生物。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迪洛不断遭遇的诡异事件。他似乎在家中与一个非常可怕的影子生物共处。他之前已经好几次捕捉到了这个生物的身影，今天他再次来到地下室，这次又遭遇到了不寻常的事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Heard glass break. There's nothing down there but my windows to break. Shit, man. I'm leaving the house, man. You're done. Catch me if you can. I'm leaving, man. Have it out now.我不知道迪洛是否会搬离这所房子，我的建议是赶快搬到一个宁静的家。我确信如果他这样做，没有人会责怪他。然而这个生物似乎对这个决定不太高兴。城堡幽灵。在一次前往古老城堡汉普郡的赫斯特城堡的旅行中，托尼捕捉到了一个从一扇窗户里伸出来的看起来非常诡异的东西。他说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我，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心理作用在捣鬼，所以我尽量不去管它。然而当我回放视频时，我震惊了，那是一个看起来很吓人的身影。直到回看录像时，我才注意到这个身影。现在他会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明显看起来像一个幽灵正从窗户走出来。我们几乎可以分辨出一只眼睛，它会是前囚徒的灵魂吗？如果不是幽灵，那又会是什么呢？当然不可能是员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托尼确信，在后面的探索过程中，他甚至捕捉到了另一个幽灵的身影。那我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这是对超自然能量的又一次证实吗？老旧公寓。这段视频是由一栋老旧公寓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该摄像头安装在13楼的天花板上。许多租户都表示，
他们晚上在那里听到过很多怪异的声响，物品会被移动，特别是有一位租户坚称，他曾在午夜时分看到一个小孩在昏暗的走廊里奔跑，然后消失在通往楼梯的紧闭大门后。至少可以说这件事很奇怪。在这段监控录像中，我们可以亲眼目睹到这些神秘事件中的一些，一起来看看。在经过几分钟无法解释的现象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似乎正缓缓向摄像头走来，而仅仅几分钟后又发生了这一幕。很明显，这栋建筑正遭遇着一些非常诡异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无从得知。当然，看起来这栋楼的租户们今后肯定得整夜锁好门了。女鬼。现在我们来看看乔西·罗比拉克的视频。他住在一所据说闹鬼的房子里，自从搬进去后，他就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还时不时地看到过恐怖的影子。这一切让他决定开始拍摄这些遭遇，并在房子里放置了不同的摄像头来捕捉这些画面。他认为下面这个画面是一个女性的灵魂。这真的是一位游荡在他住所的女鬼吗？在接下来的某个夜晚，他被捕捉到正站在客厅里，却浑然不知，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就在那几天后，他注意到一个黑暗的影子消失在门上方的方向。那是什么？这可能是人类吗？许多人相信，他所面对的就是一种超自然现象。你怎么看？不管答案是什么，这都相当令人不寒而栗。诡异的女子。一起来看看这段极其诡异的录像。这段录像是由一名年轻人录制的。他看到一名奇怪的女子在他们家附近的田野间鬼鬼祟祟地徘徊。他的想法是看看她究竟在做什么，
并可能就此奇怪行为与他当面对质。于是视频博主跟着他，但是一会儿后就失去了他的踪迹。他四处走了一会儿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听到一些听起来像手机铃声的噪音后，接下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个面容扭曲的诡异女子朝他跑来，然后突然消失了，真是吓人。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恐怖电影片段，但确实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院影子，这段视频是由莱西拍摄的，是由他们家后院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那天晚上他正走到屋外去给花园里的植物浇水，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每隔一晚都会这么做。然而就在那个晚上，他身后却出现了奇怪的东西。莱西表示，他当时没有看到任何奇怪的东西，而且身边也没有其他人。有趣的是，这个影子似乎一直在盯着他，每当他移动时，影子也会朝他走去。有人说这可能只是镜头上的一个小虫子，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影子看起来确实像是在走动。黑影。这名女子在她的 TikTok 上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似乎显示她的镜子里出现了超自然现象。当然，她已经分享了好几次，因为她觉得这段视频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般来说，她主要发布一些有趣的歌曲和舞蹈视频，所以一段严肃的超自然现象视频出现在她的账号里，显得有点奇怪。我们一起来看看。注意看镜子右边，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接着镜子里也出现了一个黑影。你觉得这是什么呢？是超自然现象，还是一个恶作剧呢？可怕的夜晚。以下是杰姆发来的信息，内容是关于疑似在当地森林附近进行的夜间鬼魂调查。就在入口附近，似乎有一座古老的建筑，而且根据报告，离那座建筑很近的地方，人们经常能听到奇怪的声音。那天晚上，杰姆是否可能捕捉到了来自另一个领域的某些东西呢？
皮行者。下一个片段是由视频博主的自行车记录仪拍摄的，拍摄地点位于俄罗斯。他们决定去当地一个著名的闹鬼森林露营。关于这段视频的具体信息不多，但在深夜的某个时刻，他们认为是熊发出的巨大声响把他们吵醒了。当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迅速逃离时，情况变得更加吓人。有些人猜测，他们可能遇到了臭名昭著的皮行者。据说这种生物会出没于这些森林地带，会是这样的吗？如果这不是一个奇怪的恶作剧，那它可能是某种超自然现象吗？说说你的看法吧。